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金秋10月，秋高气爽，小雪和张文的婚礼在众多亲朋好友的祝福中圆满结束。这对大学情侣终于修成正果，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夜幕降临，新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玫瑰香气。小雪满怀期待地看着自己的新婚丈夫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她始料未及。小雪，我们结婚了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经济独立。张文面色严肃地说道：“我建议我们实行 AA 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小雪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AA 制，张文点了点头，对，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纠纷，而且我觉得这样更公平，也能保护我们各自的利益。小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她怎么也没想到新婚之夜会听到这样的提议。可是张文，我们是夫妻呀。小雪试图说服丈夫，婚姻不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共同承担的基础上吗？张文摇了摇头，小雪，你太理想化了。现在的社会，婚姻也需要与时俱进。AA 制可以让我们都保持自由和独立，不是很好吗？小雪沉默了，她感到一阵深深的失望和伤心。她曾以为婚姻意味着两个人的心灵和生活的完全融合，而不是这样冷冰冰的利益划分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张文说完，转身走向浴室。我去洗澡了。婚后的日子并没有如小雪想象的那般甜蜜。张文坚持实行 AA 制，而小雪尽管内心充满抗拒，但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婚姻，还是勉强同意了。张文，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？有一天，小雪忍不住又问道。张文正在计算这个月的账单，头也不抬地回答：“当然了，你看，我们各自负担自己的开支，多么清清楚楚。这样既能保持经济独立，又能避免因为钱的问题而产生矛盾。”小雪叹了口气：“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像是合租的室友，而不是夫妻。”张文终于抬起头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小雪，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？这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，万一以后有什么变故，我们也能各自独立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”小雪不再说话，心里却泛起一阵苦涩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刚刚步入婚姻就要考虑分开的可能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AA 制在他们的生活中逐渐成为了常态。每次外出用餐，他们都会分别付账，超市购物也会仔细核算各自的开支，甚至连家里的水电费也会按照使用比例精确分摊。起初，小雪还会感到不适应和心酸，但慢慢的，她也开始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。她告诉自己，也许这就是现代婚姻的新形式吧。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AA 制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。有一次，小雪的父亲生病住院，需要一大笔医药费。小雪想要求助于丈夫，但又想到他们的 AA 约定，最终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她加班加点，甚至向朋友借钱，总算凑齐了医药费。当张文知道这件事时，他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，我可以借钱给你。”小雪心里一阵刺痛。借钱？我们是夫妻呀，难道连这种时候也要计较借贷关系吗？张文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解释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，但同时也要保持独立。”小雪没有再说什么，但心里的失望却越来越深。她开始怀疑，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随着婚后生活的深入，小雪发现约制带来的问题远不止经济方面，
家务分工成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张文，你能不能帮我洗一下碗？小雪一边收拾餐桌，一边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丈夫说道。张文头也不回地回答：我今天加班很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你来吧，反正你也没什么事。小雪愣住了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刚刚做完饭，现在还要收拾餐桌和厨房，难道这些就不算是吗？张文这才回过头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那不都是你自愿做的吗？我又没有要求你必须做这些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 AA 制吗？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各不相干。小雪感到一阵愤怒和委屈，她不明白为什么 AA 制在家务方面就不适用了？难道付出时间和精力就不算付出吗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雪发现自己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她要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而张文则以工作忙为由，很少参与家务。有一天，小雪实在忍不住了：张文，我们能不能公平一点分担家务？我也有工作，也很累。张文放下手机，不解地看着妻子：我们不是一直都很公平吗？AA制不就是为了公平吗？小雪苦笑道：AA制只适用于金钱吗？那时间和精力呢？难道我付出的这些就不值钱吗？张文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好吧，那我们也给分担家务。你列个表，看看每项家务值多少钱，我们按比例分摊。小雪听了这话，心里一阵发凉。她不敢相信，曾经甜蜜的爱情，现在竟然变成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。张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夫妻，不是合作伙伴？小雪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婚姻不应该是互相扶持，共同建设家庭吗？张文皱了皱眉：小雪，你太感性了。现代社会，婚姻也要与时俱进。我们这样做，不是更加公平和理性吗？小雪不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转身去厨房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眼前这个与自己相恋多年的男人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，小雪和张文结婚已经1年了。但是这1年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如他们所愿，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不满。这天晚上，小雪下班回到家，发现张文已经回来了，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张文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不做点家务？小雪忍不住问道。张文抬头看了她一眼：我今天加班很累，想休息一下。再说了，做家务不是你的事吗？小雪感到一阵愤怒：为什么做家务就是我的事？我们不是 AA 制吗？难道 AA 只适用于金钱，不适用于家务吗？张文放下遥控器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好了，别总是纠结这些小事。对了，我妈前几天又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你怎么想？小雪愣住了。要孩子？我们现在这种状况，你觉得适合要孩子吗？张文皱了皱眉：怎么不适合？我们都已经结婚1年了，是时候考虑这个问题了。小雪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。张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有了孩子，谁来照顾？谁来承担抚养的责任和费用？张文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愣了一下才说：那当然是你来照顾啊，你是母亲，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？至于费用，我们可以呀。小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：张文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怀胎10月，生产的痛苦，照顾孩子的辛苦，这些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？张文也提高了声音：那你想怎样？难道要我放弃工作来照顾孩子吗？小雪感到一阵绝望。张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夫妻，应该共同承担责任，共同面对困难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
事事计较，处处咧。张文突然站了起来，怒吼道：“不做饭不生孩子，你干啥？我娶你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”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地击在小雪心上。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丈夫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只是一个做饭生孩子的工具吗？小雪的声音颤抖着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张文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想要解释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”但小雪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，她转身跑进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房间里，小雪蜷缩在床上，泪如雨下。她开始回想这一年的婚姻生活，回想她和张文的点点滴滴，曾经甜蜜的回忆，此刻却变得如此苦涩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曾经相爱的两个人，现在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本应充满爱和温暖的婚姻，却变成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？门外，张文站在那里，欲言又止。他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但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让他一时难以转变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卧室的门成了他们之间无形的隔阂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雪起床时，发现张文已经出门上班了，桌上留着一张纸条：“我先去上班了，昨晚的事我们再好好谈谈。”小雪看着纸条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继续这样的生活了。她拿出行李箱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一件件衣服被叠好放进箱子，每一件都承载着她对这段婚姻的回忆和失望。收拾完毕，小雪环顾四周，这个她和张文共同生活了1年的家，此刻却显得如此陌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拿起行李箱，走出了家门。当张文下班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他开始慌了，连忙拨打小雪的电话，却发现已经关机。“小雪，你在哪里？”张文留言道：“我知道我昨天说错话了，我们好好谈谈好吗？”但是电话那头只有冰冷的语音提示。张文开始在家里翻找，希望能找到小雪离开的线索。最后，他在梳妆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：“张文，我们的婚姻已经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了，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，不要找我，我会自己想明白的。”小雪。张文拿着纸条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把事情搞砸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雪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，看着女儿憔悴的样子，小雪的母亲心疼不已。“妈，我是不是太任性了？”小雪靠在母亲怀里，哽咽着说。母亲轻抚着女儿的后背，温柔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如果你觉得不开心，那就是有问题的。”小雪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母亲。“可是，我们不是说好要互相包容吗？”母亲叹了口气：“包容不等于委屈自己，好好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。”张文的父母得知小雪离家的消息后，立即赶到了儿子家里。“文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母焦急地问道。张文将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，包括他们实行 AA 制的决定。张父听完后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说道：“儿子，你还记得我和你妈是怎么过日子的吗？”张文一愣，随即摇了摇头。张父继续说：“我们虽然也会为一些小事争吵，但从来没有计较过谁付出的多，谁付出的少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婚姻不是做生意，不是算计，而是共同生活，共同成长。”张母接过话头：“是啊，婚姻需要的是相互信任，相互支持。你们这样一致，怎么能感受到对方的爱呢？”张文低下了头，心里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与此同时，
小雪的父母也在和女儿谈心。小雪，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，婚姻确实需要经营，但更需要的是彼此的理解和信任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那这段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小雪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。母亲握住女儿的手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，但是也要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好好沟通一下。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，小雪决定和张文见面谈谈。他们约在了一家咖啡馆。当张文看到小雪的那一刻，心里既激动又忐忑。他率先开口：小雪，对不起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，发现自己真的错了。小雪静静地看着他，等待下文。张文继续说，我一直以为 AA 制是最公平的方式，但我忽视了婚姻中更重要的东西，感情和信任。我们变成了室友，而不是夫妻。小雪的眼眶湿润了。张文，我也有错，我应该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一味的忍让。张文握住了小雪的手。小雪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不要AA制了，我们共同经营我们的家庭。我会更多的参与家务，也会更关心你的感受。小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好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但是张文，我希望你能记住，婚姻不是交易，而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。张文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吗？就这样，小雪搬回了家。他们开始重新学习如何做一对真正的夫妻。张文开始主动承担家务，小雪也学会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他们的生活慢慢变得融洽起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